欢迎收听华瑞投金观点。全球金融市场流动性正在发生一场结构性巨变。当科技股估值泡沫摇摇欲坠时，一场由日本财政政策巨变引发的世纪资金大迁移正席卷全球债市与汇市。根据野村证券宏观研报，日本政府正致力于引导日本退休金激励管理运用独立行政法人扩大对国内金融资产的配置。截至2026年3月底，GPIF 的运用资产总额已经高达 293.6 兆日元。若将国内与海外资产配置目标由目前各占 50%， 调整为国内资产占 60%， 海外降至 40%， 理论上将触发高达30兆日元的超级资金大挪移。这是一个足以撼动全球市场流动性的天文数字。野村报告分析指出，目前 GPIF 的国内资产与海外资产配置比率各占大约 50%。如果日本政府决议将配置目标调整为国内资产占 60%， 海外资产降至 40%， 理论上将会触发高达30兆日元规模的超级资金大挪移。即使政策推动采用渐进式，依然能让国内资产获得极其庞大的边际买盘支持。华瑞认为，这场资金转向期待其实反映了日本政府面对强势美元与弱势日元时的焦虑，以及其对货币政策正常化过程中的防御需求。过去，日本退休基金采取被动的资产配置与再平衡策略，对市场潮流的影响力相对有限。但现在，若这30兆日元规模的资金流向发生改变，将直接对日元汇率产生强大的买入支撑。华瑞认为，这不只是 GPIF 单一机构的资产组合优化，而是日本财政与经济治理逻辑的一次重大回归，即从长期依赖外溢效益的出口主导模式转向重视国内实体资产与利率定价权的回流模式。财政扩张与国债直利率的压力是推动此一政策转向的核心催化剂。野村证券给出了关键的警示数据，当10年期日本国债直利率持续攀升并显著超过 3.0% 的关卡时，这不仅会导致国内资本市场的动荡，更会使得日本国家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比率的控制目标面临着巨大挑战。若利率持续维持在此一水准之上，将导致政府债务利息支出压力几何级数增长，背离财政稳健的核心目标。因此，透过引导国内大型退休基金增持国债来人为压低长端直利率，便成为了日本政府维持债市稳定与降低财政负担的必然选择。华瑞认为，这种透过引导养老金买盘来压低债券直利率的政策手段，本质上是日本政府在面对财政扩张与通膨压力时的一场极限防御战。这显示出高市政权对于当前高利率与日元大幅贬值所带来的负面溢出效应，其容忍度已经出现了临界性的下调。华瑞认为，市场必须高度警惕这种政策讯号，因为这不仅代表着日本政府试图透过金融抑制政策来稳定债市，更预示着未来财政部在进行各类国际筹码博弈时，将会更加频繁地动用国内退休金这一巨大的底层缓冲垫。这对全球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野村强调，过去几年，日本年金势力在全球资产配置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边际供给角色。若未来这些资金转向回流国内，不仅会导致全球主要市场流动性的边际收缩，更将直接引发日元汇率的系统性升值压力。野村报告甚至暗示，这种讨论本身就是政府在透过市场释放信号，为未来的货币与财政政策协调寻找更大的弹性空间。投资人绝对不能将其简单视为官员的官话。面对这样的宏观背景，操作策略必须更严谨。全球科技股过去享有的充沛流动性溢价正面临结构性削弱。对于投资人来说，切忌盲目相信风险资产会继续无视国债利率攀升的压力。华瑞认为，我们应将投资重心锚定在具备绝对技术壁垒、资产负债表极度健康且身处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变革核心的台股高阶硬体制造龙头身上。这些硬体巨头凭借强大全球定价权，能有效抵御全球流动性收缩与汇率波动的杂音。最后，华瑞认为 GPIF 资产调整讨论绝非简单的政策试探，而是日本在全球利率正常化过程中不得不采取的一场资产大重组。唯有保持高度冷静、结构化的总经思维，用纪律对抗政策预期的情绪杂音，我们才能在这场全球流动性再平衡的历史洪流中安然避险，并锁定强现财富的垫确性增值与资产安全。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观看，希望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启发。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
欢迎追踪华瑞。若您对加入华瑞有兴趣，或是想要与我们进一步联系，欢迎随时与我们联络。